抗日就要打仗，打仗就必然有伤兵。然而，面对日寇的扫荡，八路军无不望风而逃。所谓游击，只是游而不击。这是陈诚当众污蔑抹黑我八路军的一次采访。原来就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可当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势力却悄然抬头。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国民党军队分别向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八路军根据地发动了军事摩擦和武装袭击。然而战果非但没有老蒋想象的那样辉煌，在几个战场上都损兵折将，反被我军歼灭几万余人。国民党为了掩盖破坏合作的事实，恶人先告状，召开新闻发布会，污蔑我八路军在后方游而不击，专打友军。我说他们不打日军，专打友军，那是有充分根据的。无耻！无耻！陈诚的这篇报道一经发出，瞬间就误导了国人。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打日本，专打友军。哎，完了，全完了，中国完了。然而历史上，国民党对八路军的污蔑还远不止于此。除了游而不击、专打友军外，常见的说法还包括扩充实力、占领地盘、不听中央号令、破坏抗战军令等罪名。这些宣传的目的在于将我党塑造为破坏抗日、分裂国家的形象，从而争夺抗战的领导权和道义制高点。甚至某些极端宣传中毫无根据地捏造八路军与日军私下勾结，共同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谣言。这些污蔑通过国民党控制的报纸、电台等大量传播，在当时确实混淆了视听，给八路军的抗战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困难。为了回击陈诚的这篇报道，朱老总决定以八路军全体将领的名义通电全国驳斥陈诚，并让老蒋派人来八路军根据地亲自考察。而此时在亚洲战场上，大半个中国已落入日本法西斯之手。彭老总没时间跟国民党军玩这种政治游戏，他早就想对日军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总破袭战。因为此时的华北局势已迫在眉睫，日军在多田骏的指挥下，在华北开展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一举将华北的八路军分割包围，最终彻底扼杀。彭总在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后，很快便召集了各个方面军的负责人，详细的讨论可行的作战计划。去年秋天，根据地有近100座县城，现在只剩下几个山区小城了。何况敌人还在不断的向外扩张，不停的修筑碉堡，还实行经济封锁，这样的局面必须尽快扭转。除了华北地区局势严峻之外，1940年的中国可以说是抗战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交通要道和富庶地区，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经历多次会战后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也遭到日军反复扫荡，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可相比这些外部因素，国民党内部分裂，汪精卫公开投敌，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才是严重动摇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同时，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猜忌和限制从未停止，双方军事摩擦不断，团结抗战的基础十分脆弱。而大后方又因为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再加上日军的经济封锁和掠夺，使得整个中国的战争潜力都受到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在日军的司令部里，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多田骏正一边欣赏着盟友纳粹德国的阅兵录像，一边得意地讨论着中国的战局。在欧洲战场上，挪威、丹麦还有荷兰已经被德国占领，比利时也宣布了投降，就连英法联军面对德国也是一败涂地。有这样强大的盟友，这让西尾寿造敢断言，不出1个月，法国必定会投降。为了跟上德国的脚步，西尾寿造决定效仿德国的闪电战，快速解决亚洲战场。他命令多田骏加快对华北的扫荡，想利用囚笼政策快速消灭我华北八路军，这样就可以抽调更多的兵力，对国民党的重庆政府施压，迫使中国投降。这正是我的最终目的。1年来，我的囚笼政策已见成效，八路军已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了。几乎在同一时间，重庆的国民政府也收到了欧洲战场反法西斯联盟节节败退的战报。国民党政府内部是一片阴云惨雾。时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忧心忡忡，他非常担心英法等国会为了自保而向日本妥协，牺牲中国的利益。这样的话，中国唯一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可能会被封锁，绝大部分的抗战物资都将无法运入国内。够力了，
英国人是不会轻易妥协的。英国人是靠不住的，谁能断定慕尼黑的丑剧不会在中国重演？何况还有美国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是首屈一指的。可惜离我们太远了。此时的蒋介石听着众人的争论，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一方面，他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不能公开表现出丝毫的动摇；另一方面，战场的接连失利和国际上的孤立无援，让他深感压力。他对西方国家的幻想，既是一种战略判断，也带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反映出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不得不将部分希望寄托于大国博弈的悲哀。毕竟，国内的战局同样令人沮丧。继台儿庄大捷之后，正面战场鲜有振奋人心的胜利。抗日名将张自忠更是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如今，日军已攻陷江陵，兵锋直指宜昌，而宜昌是四川的门户，一旦失守，日军便可长驱直入，攻入重庆。在巨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势力再次抬头，极力劝谏老蒋与日军进行和谈。委员长，我们不能过分依赖于英美，无需多久，他们就会自顾不暇。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抗击日军，是绝难坚持的。好在日我双方已经开始了秘密接触，这条和谈的渠道万万不可堵死啊！此时的何应钦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相当一部分人恐惧、悲观、看不到希望的心态。他们被日军的强大攻势和国际上的孤立所吓倒，认为中国已无力回天，唯一的出路就是妥协求和，哪怕是丧权辱国。因此，他主张通过秘密接触，寻求一个体面的和平，保住国民政府的半壁江山。这一段历史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当你的实力不够强大时，命运就无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在和日本的100万大军作战，也是在和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的悲观情绪做斗争。